油泼辣子。大家都知道我是陕西人啊，所以在加拿大生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为了一解乡愁啊，会自己经常做一些油泼面啊、biang面。这吃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油泼辣子了。这些调料都码在上面，最后一步就是注入灵魂的一刻。油泼辣子。这个油泼辣子呀，有这种现泼现吃的做法。当然了，你也可以买一罐这个辣椒面，把它泼好，这样子就可以储存。平时呢，想吃的时候直接舀一勺子上去就可以了。关于这个油泼辣子呀，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引发了舆论的风波。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呀，容我先把这碗面吃了，等吃完了这个面，跟大家好好讲一讲。这段时间啊，漫威宇宙的亚裔超级英雄尚气又突然在网上火爆了一把。原因呢是他的扮演者加拿大华裔演员刘思慕在自己的 Twitter 上下了战书，要公开挑战一个名叫 David Chang 的韩裔美国名厨。其实这2年啊，在 Twitter 上类似的名人打擂呢也不罕见。最出名的莫过于马斯克和扎克伯格那个快吵吵了1年依然看不到一点影子的擂台搏击。刘思慕和 David Chang 的这场挑战啊，在亚裔圈和影视圈的热度相比起来可以说是只高不低啊。你想，一个是好莱坞知名影星，一个是多家连锁网红餐厅的老板兼著名食品品牌的创始人，在各自的圈子里呢，都是要名气有名气、要钱有钱的一线顶流啊。而他俩的交恶，就是因为一瓶小小的辣椒油。哎，您可能要问了，这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一瓶辣椒油，至于吗？可是啊，刘思慕却认为自己啊绝对不是小题大做。如果再不给那个韩国佬点颜色瞧瞧，咱们以后所有的瓶装辣椒油、辣椒酱，甚至连那个让所有海外游子脸红心跳、血脉喷张的女人老干妈，可都要从货架上消失了。这话呀，还真的不算危言耸听。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相关报道呢，早在去年的12月，就有不少生产亚洲调料的公司陆续收到了一家名叫 Momofuku 公司发过来的律师函，要求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所有叫做 Chili Crunch 的产品，否则啊，就会因为涉及侵权而被告上法庭。那啥是 Chili Crunch 呢？根据这篇报道里面给出的定义啊，这是一种常见的亚洲调味品。主要成分呢是泡着辣椒的油以及其他美味且酥脆的配料。比起红油呢，它添加了更多的固体成分，而比起辣椒酱啊，它又拥有更多的油分。如果落实到具体的产品上来说，那就是辣三丁、油泼辣子这一类，上面浮着一层油，下面大半瓶啊都是香辣脆脆的东西，都可以算作是 Chili Crunch。那可能看到这儿，有的同学就会翻出家里的老干妈，开始比对了，然后您就会发现啊，这老干妈的英文产品啊，名字叫做 Chili Crisp， 于是长舒一口气。哎，尽管这 crisp 和 crunch 都有香脆的意思啊，但是此脆非彼脆嘛，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呀，很快就有相关的从业律师出来浇了一盆冷水，因为在美国商标法律制度保护的对象啊非常广泛，不仅是商标的名称、图形设计，还包括了商品的形状、服务、外观、功能性以及其他很多的相关方面，甚至可以是声音和味觉。所以啊，像老干妈、翠红、六婆等一众的中国品牌啊，即使你在翻译上用相似的词儿来避免撞车了，但是这家 Momofuku 依然可以以成分相似、比例相近，甚至是口感相似为由告你侵权。可能看到这儿啊，有小伙伴又会问了，那既然商标保护如此的变态，要不干脆把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给注册了啊，子子孙孙都靠打官司维权赚得盆满钵满啊。其实呢，美国的这个商标专利呢，早就想到这一层了。早在180年前的第一版这个商标法出台的时候，就明确规定了，不能够用通用的名称来进行注册商标。这里面呢，就不仅包含了商品或者服务的法定称谓，也包括咱们约定俗成的叫法。也就是说，哪怕您是爱迪生，也不能把电灯和灯泡注册成自己的商标啊。像番茄酱或者蛋黄酱，那这种东西更明显啊，不能作为商标。换句话来说啊，就是一个商品名，只要是使用的人够多，时间够长，让大家一听啊，脑海里就能浮现出是什么的，
通常都会被拒绝注册成为商标。那这就奇了怪了呀，同属调料蘸酱类，这个 Momofuku 究竟是怎么能做到让辣椒油成为自己的专属商标的呢？这个事儿啊，就要从他背后的那个男人，著名的美籍韩裔大厨 David Chang 说起了。这个胖胖的大叔啊，名叫张希浩，来自于一个普通的韩国移民家庭，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小的时候啊，因为父母忙于生计，早出晚归，所以他的童年晚餐啊，大多是由冰箱里一瓶炸酱和橱柜里的一把干面条组成的。有一次啊，实在是吃腻了 ，David 干脆啊自己上手改良了一下母亲的炸酱面配方，结果这一下觉醒了他血脉里的烹饪天赋啊，让父母啊哥哥姐姐都吃得赞不绝口。后来在街坊邻里举行的一次大聚餐中，他的炸酱更是技惊四座。很多来美国几十年的韩国老移民，那一口下去，眼泪都差点流下来，心中顿时涌上了一股思乡之情。不过啊，在餐厅打了半辈子工的父母呢，却果断地扼杀了他想要当厨师的梦想，而是用尽了积蓄，想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体育明星。不得不说，人家 David 确实也颇有运动天赋，还代表美国队参加过几次高尔夫少年组的比赛，结果却因为背部的伤病而不得不放弃成为一个职业选手。那在这条路走不通以后啊，他又进入了华盛顿圣三一大学学习神学，要当个牧师。结果啊，在那些苦哈哈的南美小国传教了一圈，他觉得还是花花世界更适合自己。于是呢，跑去日本当了几年的英语老师，最后回到美国，在纽约找了一份金融工作。这期间啊，他对美食的热爱是只增不减，不仅是热衷于吃，他更喜欢做。不管是多复杂的菜式呢，只要他在餐馆里头吃过一次，回家基本上就能给你复制个8、9不离10了。有的时候还能在上面发挥一些创新和改良。这让他身边很快就聚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啊，一到周末就排着队的上他家蹭饭去。这一边是日复一日枯燥办公室的生活，一边是从小以来啊就不曾磨灭的梦想和激情。于是呢，在2000年 ，David 决定辞掉工作，报名去了纽约最出名的一间烹饪学校学习。这个决定啊，差点没把他远在加州的父母给气得半死。你说自己辛辛苦苦在厨房工作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儿子当上了金融白领，没想到他青出于蓝啊，还是当上了厨子。说来呢，也是老天安排。就在父母威胁着要跟他断绝关系之时，911袭击发生了。看着昔日工作的大厦轰然断成2截，David 在后怕之余啊，更是深信自己就是那个被厨神保佑的天选之子。而父母呢，也因此态度180度大转变，觉得儿子不管干啥工作，挣钱多少，有条命在才是最重要的。从厨艺学校毕业后呢 ，David 又回日本待了2年，各处打工兼学艺。之后啊，回到美国，如同一个开了挂的武林高手，在饮食江湖里是大杀四方啊。他先是在纽约开了一间日式拉面馆，起名为 Momofuku。他解释啊，这是日文 Lucky Peach 的意思，中文呢翻译成福桃。不过这个看似喜庆可爱的名字后面，其实另藏玄机。咱们呢，先卖个小关子，之后会说。这个面馆开张之后呢，是大获好评啊，很快就又开了一家分店，依然是门庭若市。2008年，位于纽约东区的第3家餐馆开张，起名为 Momofuku Co。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是学谁 ，David 开始玩起了饥饿营销。全店呢只有环绕吧台的12张椅子，只接受网上预订，而且还必须在10天前抢号才能订上。可是越是这么着，一座难求，越是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啊！不仅是每天爆满，甚至还出现了代为抢座的定做黄牛。而根据一份网上流传的菜单啊，一份不含酒水的厨师推荐套餐是$225起啊！真是既要有钱还要有闲，才能在他的餐馆上吃上一口饭。尽管也有《纽约时报》的时评家批评他的餐馆，说净整些有的没的去折腾人家顾客，噱头大于味道，菜式呢东拼西凑，缺乏创新。这后一条啊，主要说的呢就是他身为一个韩裔，开了一个日本名字的餐馆，里面主打的呢却是葱油拌面、台湾挂包、广式叉烧等中式美食，
主打的就是一个缝合怪的风格。但是架不住 fusion 的餐厅这几年是火呀，它在之后的几年里呢也是疯狂的扩张，网红餐厅是开一家火一家，不仅是一举拿下了米其林2星，还将版图扩大到了咖啡店和甜品店，简直堪比周星驰电影中的食神附体。在这期间呢，他还跟另外一位美食家朋友一起创办了一本名叫 Lucky Peach 的美食杂志。尽管从创刊到结束只经历了2年，但却因为有趣的风格和专业的内容被一众老饕捧为天花板级别的神作。因为发行量不大，而且早就绝版了，所以网上这个杂志的创刊号已经被炒到了近800美元的天价，真的是做到了什么叫做一字千金啊！不仅如此David 还跨界成为了一个电视明星，带着各路名人走街串巷的寻觅美食，还时常作为特邀嘉宾给各种厨艺大赛点评打分。这么一番经营下来，脑袋大脖子粗的 David 成功登顶好莱坞名厨宝座，和地狱厨神，就我刚刚穿的那围巾 Gordon Ramsay 堪比厨界的东邪西毒2020年之后David 哪怕是有厨神保佑，也没能躲过疫情给餐饮界带来的无差别攻击。伴随着员工离职、原材料短缺、禁止堂食，他的餐馆也不得不面对亏损关店的危机。不过呢，他却并没有怨天尤人或者彻底躺平反而是从疫情居家中嗅到了新的商机。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零技术、零设备、零经验也能做到的料理呢？当然是泡面不过作为一个名厨哪怕是一碗泡面，他也要做到与众不同。这个摸摸夫库牌的泡面，不仅是能泡着吃，您还能煮着吃、拌着吃、炒着吃，尤其是配上特制的辣椒油，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儿。等等，康师傅泡面加老干妈，这难道不就是众多学生党打工族到了月底生活费发光了之后的穷鬼套餐吗？可是大厨 David 推出的产品可还真的是跟穷字关系不大。根据他自己网上价格呢，平均每包泡面要4块多加币才能买到，油辣椒更是贵到19刀一瓶，高级一点的松露辣椒油更是卖到了28刀，这让几块钱一包的康师傅和10块钱一瓶的老干妈望尘莫及更离谱的是，他的网站上居然卖着14刀一双的筷子，而且要消费满75加币才能免邮费，真的是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不努力，连泡面都没得吃。可即使是售价如此的昂贵还是架不住 David 是个披着厨子外衣的营销大师小小的一碗泡面也能被他宣传出花来。他不仅是自个儿亲自上阵拍摄视频给大家讲解这个面的几种做法，还联合了几位星级大厨共同发挥创意，加上和牛、龙虾等各种高级原料，愣是把泡面做成了你我吃不起的样子。他呢还会在自己的网站上根据季节不同更新一些泡面的吃法，比如说冬天就做成火锅，夏天拌成凉面，甚至还专门推出了一款情人节火辣双人浪漫套餐，里面有2包泡面、1瓶油辣椒以及1块辣椒味的巧克力组成。就是不知道女生在情人节看到男朋友端出一碗泡面来当成烛光晚餐，泪水会不会感动的从嘴角流下来。就这样哪怕是价格贵到令人啧舌，摸摸夫库的产品依然销量火爆。而除了泡面呢，明星产品油辣椒更是口碑爆棚在网站上收获了3000多条5星好评，多数都评价它是又香又辣，就着它能干下3碗白米饭。不是，这怎么听都像是在说老干妈呀。而在这通大赚特赚之后David 开始飘了，与其说想要与同行竞争，他更想把整个赛道都占为己有。这第一步就是注册商标。他的如意算盘那叫打得一个响只有我一家才能叫油辣椒，别家都不许叫这个名儿，就是要走自己的路，把别人的路都给堵死。咱们前面说了，美国的商标法就规定了，通用名称是不能被注册成商标的，所以这个拉面、泡面什么的就甭想了。但是这个油辣椒 Chili Crunch 就不好说了，因为对于广大亚裔来说，这肯定是属于通用名，没跑了。但是在其他族裔眼里，辣椒油、油辣子、香辣脆，这些东西根本就是难得一见的新鲜玩意儿，更谈不上去判断是不是属于通用名了。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专门去美国的商标局的网站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一家巧克力公司想要把 Chili Crunch 注册成商标，但是呢，却没有得到通过。原因是没能够按时提交所有必须的文件。尽管里面没有提到具体缺失了什么，不能排除这个名称在通用名上存在争议啊。那么为什么 David 就能够注册成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其实也没能把辣椒油注册成自家的商标，或者说还没有成功。网站上明晃晃显示着那个 pending 就说明了一切呀。那问题是，他既然都没得手，居然还好意思舔着脸去给人家发侵权的律师函。不过当我们拿着放大镜仔细研究了那份律师函之后，才发现这 David 拥有的注册商标呢，它其实是 Chili Crunch， 仅一个字母之差就成了从香香辣辣的辣椒油变成了南美智利土特产。这个商标其实是 David 在2023年的时候从另外一个厂商手里买下来的，而人家那个厂子本来就是生产南美特色零食薯片的，所以人家起那个名字无可厚非。David 他当时估计也是意识到了直接注册油辣椒通过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才花重金买下了这个几乎可以乱真的智利脆，然后呢，就以发音相同、拼写相似为理由，把别的厂家的产品都算成了山寨货，从而进行维权。这个恶劣程度已经不是李鬼打李逵这么简单了，简直就是康帅伯大战康师傅，老于妈单挑老干妈。估计那些收到律师函的厂家恨不得马上给 David 喝上一瓶百事可乐。这种赤裸裸的霸凌行为自然是引起了业内的公愤。亚裔和餐饮业都是在疫情中受伤最大的群体David 他作为一个明星大厨，已经坐拥千万身家了，不仅没有帮扶这些小商家，反而是对他们重拳出击，实在是欺人太甚。可是他 David 却根本没有半点退让的意思。他说抢注商标这事儿呢，都是先到先得的。就连苹果搞不定一个 iWatch， 最后只能叫 Apple Watch， 那何况一瓶小小的辣椒油呢？客观来讲呢，他说的也没错当年麦当劳在中国遭遇了商标抢注，多方协商未果以后，不得不更名为金拱门，让洋快餐分分钟变成了猪饲料。不过也有迫于舆论压力而不得不放弃的，比如当年金卡戴珊就把日文和服一词 kimono 注册成为自己的塑身衣品牌的商标，结果立即遭到了日本网友们的口诛笔伐，也让金大姐成为了为数不多的辱日选手。最后不得不将品牌更名为 Skims 才得以通过。那么这回David 会不会像金大姐那样在舆论面前服软呢？答案是 No。 哪怕是面对口诛笔伐，他依然是律师函照发，钱照赚，还不忘在 Twitter 上跟网友们互怼，讲究的就是一个只要我脸皮够厚，你们就伤害不了我。期间也有不愿意就范的商家想出别的方法，想要继续一搏。其中就有一个名叫高静的华裔妹子，宣布自己名下的品牌 Fly by Jane 已经申请四川油辣椒、四川 Chili Crisp 的商标注册了。倒不是因为他受到了 David 的启发，想要用同样的方式大捞一笔而是要防止 David 以后再对咱们川味调料下手。一旦他拿到这个商标，将会无偿开放给所有的商家使用，因为味觉本身应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饰演漫威英雄上汽的加拿大华裔演员刘思慕，他也出手了，冲冠一怒，不仅是因为 David 的恃强凌弱让他实在看不下去，想要在现实中也当一回为大家出头的超级英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呢是一个名叫 Mila 品牌的速冻食品代言人，后来更是加入了团队，负责他们的创意营销。而他们除了招牌的小笼包之外，另一个拳头产品就是秘制辣椒油蘸料，而且刚好就叫 Chili Crunch， 因此也成为了第一批收到律师函的厂家。这可不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吗？可是就在所有人都在期待的这场上汽大战厨子的大戏之时，突然又杀出了一支人马，高喊着英雄且住手，放下那个胖子，让我们来。这些就是闻讯赶来的日本网友们，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 David 一直坚称 Momofuku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福桃，但是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叫做 Ando Momofuku， 安藤百福，
是一位日籍台湾人，原名伍百福，而他更为人知的一个身份是方便面的发明者，并且创办了龙头老大日清食品公司。所以啊 ，David 别说什么Momofuku是福桃了，人家安藤才是泡面的祖师爷百福啊！而且根据美国的商标法，如果你要用人名来注册商标，必须得得到当事人的许可。而百福老爷子在2007年就已经过世了，他的家人也证实说，从来没有给过 David 授权。也就是说啊，不仅仅是他的泡面、红辣椒油，甚至还包括他的那么多网红餐馆，还有那本发行了2年的福桃杂志，以及他出的食谱书，都包括了Momofuku这个名字。那这些通通属于侵权啊！如果人家百福老爷子的家人想要打官司的话，能告到他死。这番魔法打败魔法的操作啊，让 David 很快就认了怂。毕竟比起自己几十年塑造起来的饮食帝国，一瓶小小的辣椒油真的是微不足道。2024年4月15日 ，David 正式对这次的商标风波做出了道歉，宣布收回之前发出的所有律师函，从此以后啊，再也不会对其他使用有辣椒名称的商家做出任何干涉了。而同一天呢，川妹子高静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主动取消掉了那个对于四川辣椒油的商标申请。这场由一瓶辣椒油引发的风波啊，也终于有了一个还算是圆满的结局。最后我想说的是呢 ，David 这一身花活，妄想用清场的方式来让自己一家独大，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成为了笑柄，销量也跟着一路下滑。而那个不上市、不融资、不跨界的老干妈，相比之下呀，才真的算得上是业界良心啊！你可以笑话它包装土、不懂营销，但是却不得不佩服它几十年如一日的口味和质量，一如既往的亲民价格。就像刘思慕说的那样，归根结底，消费者最后还是要用自己的舌头来投票，孰高孰低，尝一尝就知道了，别整那么多有的没的。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